如何只靠一道菜让一个店火爆60年，而且还是最难处理的羊肉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叔阿斗，今天给大家分享手抓羊肉的正确做法，以及3种蘸料的做法，给您揭秘如何最科学的去除羊膻味。首先，我们要搞清楚羊肉的膻味来自于什么。先看一篇论文，来自于山西农业大学农业科学院。羊肉的膻味源于羊肉脂肪组织中的支链脂肪酸、硬脂酸、酚类和吲哚等物质，同时也受品种、性别、年龄、日粮类型等因素影响。我同时查阅了内蒙古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论文，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。简单来说，就是绵羊的腥膻味小于山羊，母羊的腥膻味小于公羊，羔羊的腥膻味小于老羊，优质的羊腥膻味小于普通的羊，羊排的腥膻味小于带皮羊肉。基于这个原理，今天准备了2斤羊肋排，它来自于内蒙古羔羊肉，看上去特别的小。我们先把它改一下刀，从第2条羊排开始切断，2根羊肋排一组，这样煮出来会更好看一点。全部处理完成后，我们还需要把它们浸泡一下，把切好的羊排放入大盘里面，朝盘中加入多点清水，先浸泡15分钟。等待的时间，我们切一点给羊肉去腥的食材。首先准备几根清洗干净的西芹，把它们斜刀切成片，这样它的横截面会更大一点。在西餐中，西芹也常用于给牛羊肉去腥。全部切完后，用刀把它们拍一下，把它的结构拍散，然后放入个盘中备用。接下来准备半个洋葱，把它改刀切成片，全部切好后，用手把它们抓散，也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1根清洗干净的香菜，改刀切成小段，也放入盘中备用。下一步，我们把第一次泡羊肉的水倒出来，再倒入全部的洋葱、西芹和香菜，重新加入清水，没过它们。加完水后，再加入1克左右的花椒。我们就这样浸泡至少2个小时，泡出羊肉的血水，同时让它吸收蔬菜的香味，这样做能够减少1半的腥膻味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香料包，要加入3种白色的香料，碗中加入白芷2克，再加入白豆蔻2克，加入白胡椒粒4克。以上3种就是3白，它们不会影响汤的颜色。再加入小茴香2克，最后加入花椒0.5克，可以提升羊肉的风味。如果想汤色像牛奶一样白的话，小茴香和花椒可以不加。先加入适量清水，把它们快速的抓洗一下，洗去表面的浮尘。清洗干净后倒出脏水，重新加入60度左右的温水，把它们浸泡10分钟的时间，这样可以减少一部分的药味，也能减少一部分的苦涩味。10分钟后倒出来沥干水分，准备1根清洗干净的西芹，改刀切成小段，准备1小节大葱，改刀切成小段，准备1块去皮的生姜，改刀切成姜片。把香料装入一个纱布袋子里面，然后把大葱、生姜和芹菜放进来，再把口子扎紧，用纱布袋就免去了后期把它们挑出来的麻烦，而且它还能吸收少量的浮沫。2个小时后，我们的羊肉也泡好了，它已经泡得发白。我们把它们捞出来，直接放入锅里面，然后对它们进行焯水。大家无需担心会损失羊肉的鲜味，因为这一锅煮羊肉的原汤我们会完整保留。朝锅中加入清水，完全没过羊排。加完水后，我们再加入多一点生姜片，加入几个大葱段，但是不要加入料酒，会影响汤的颜色。重点来了，我们一定要开小火慢慢的煮沸，虽然这样煮开的时间更长，但是也能更好的去除血水和杂质。等水快沸腾后，立刻调成大火，方便血沫的聚集。水开后，用漏勺撇去浮沫，我们尽量撇除干净一点。即便我们泡了2个小时，血沫还是不少，一边撇一边会有新的血沫冒出来，我们一定要撇除到没有新的血沫为止。撇除干净后，再煮3分钟的时间，就把它们都捞出来，放入温水里面，然后还是用流动的温水把它们清洗干净。这里切记不要用冷水，以免羊排因为剧烈的温差变化发生热胀冷缩，导致羊肉脱水，从而口感发柴。锅中的原汤我们分3次淋入少量的冷水，可以让漂浮的血沫快速的沉淀下去，再静置10分钟，残余的血沫就全部沉入锅底了。准备一个大一点的砂锅，在口子上放入一个比较密的漏勺，我们把羊肉原汤过滤一下，最后一点残渣倒掉不要。接下来开大火把汤汁煮沸，水开后我们把羊肉小心的放入砂锅里面，然后把香料包也放进去，等锅中的水再次沸腾，
我们保持大火，不加盖，就这样煮15分钟的时间，这样会让汤汁发生乳化，也同时方便腥味的挥发。那么什么是乳化呢？汤中的油脂在剧烈的沸腾中被转成小粒，然后被游离蛋白质包裹住，形成悬浮液。因为光线散射的原因，肉眼看上去汤就白了，这就是煮任何汤变白的奥秘。厨师的行话就是旺火煮浓汤，小火煮清汤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让油脂分布的更均匀，喝起来味道醇厚，不会有明显的油腻感。15分钟后，汤色变白了，盖上盖子，调成最小火，再焖煮20分钟的时间。等待的时间，准备2根清洗干净的白萝卜，先用刮刀刮去它们的外皮，然后用刀切去头部和尾部这2个辛辣味比较重的地方。接着用刀把萝卜一分为2，再把它们一分为4，然后把萝卜条切成滚刀块。这个砂锅太深了，为了方便展示，我又换成了普通锅，把全部白萝卜倒入锅中。白萝卜有很好的吸附能力，它不仅能够减少汤中的油脂，还能让汤变得更加清澈。更重要的是，它能减少最后一丝腥膻味，突出羊肉的香味。水开后，盖上盖子，调成最小火，继续焖煮25分钟，把萝卜的香味煮进羊肉里面，并让它煮软烂。等待的时间，准备一些清洗干净的芹菜，把叶子摘掉后，用刮刀刮去背部的老茎，再改刀切成芹菜末。全部切好后，放入一个碗中备用。准备一点清洗干净的香菜，把它的叶子摘下来，根茎部分切成香菜末，然后把它们放入碗中备用。同样的方法，切一点葱花，把葱白和葱绿分开摆放。最后准备一点姜末和蒜末，蘸水的食材就准备完毕了。时间到，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，羊肉已经煮好了，汤的颜色也非常漂亮。根据个人口味，加入适量的食盐，用勺子搅拌均匀即可。不管您炖什么肉，盐都要最后加。提前加盐会让羊肉的蛋白质变性，从而鲜味出不来。加完盐后再煮5分钟，然后盖上盖子，再焖20分钟的时间，让羊肉可以入味。趁这个时间，我们调3种蘸料。第一种是大西北风味的酸辣味，碗中加入1勺2荆条辣椒面，再加入1勺七星椒辣椒面，葱白1勺，香菜末1勺，姜末1勺，蒜末1勺，白芝麻1勺，然后浇上滚烫的热油，激发出它们的香味。有条件的朋友可以直接使用提前制作好的辣椒红油，香味更醇厚。加入陈醋2勺，白米醋1勺，再加入适量的盐。您还可以选择性加入点味精提鲜，用勺子搅拌均匀后，西北风味的酸辣蘸水就完成了。我们再制作第2款蘸水，碗中加入1勺姜末，1勺蒜末，1勺芹菜末，1勺白芝麻，浇上滚烫的热油，再加入1勺芝麻酱，1/3块的红腐乳，最后加入韭花酱。用勺子搅拌均匀后，韭花酱风味的羊肉蘸水就完成了。第3种蘸水，碗中加入1勺蒜末，1勺芹菜末，1勺香菜末，半勺葱花。起锅烧油，油热后加入3勺量的特级生抽，加入1勺量的清水，水开后煮20秒，再倒入碗中，加入1勺香醋，一点香油，搅拌均匀后3合油就完成了。捞出羊肉开始摆盘，您可以选择用碗装，底下垫上白萝卜，再放上羊排，淋上少量汤汁，也可以选择把羊肉和羊汤分开摆放，更贴近北方的风味。喜欢原汁原味的，直接吃味道就很棒。我是大厨阿斗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